我最近看到一份资料，台湾的命理产业5年内成长了4.1倍，也就是说，台湾有3个人就会有1个人去相信命理预测的未来，然后你会慢慢发现，其实，在你的周遭生活中，那个人可能是你理性的同事，或者是你非常有素质力的主管，甚至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。对，看着这个增加的幅度跟数字啊，大家也许会想说，台湾人是开始变得迷信了吗？对，但其实我觉得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迷信2个字就可以去概括的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生活中大家都遇到很多很累的事情，累到需要一个地方、一个工具，能把你那些很混乱的讯息、很混乱的状态收拢、翻译成一点点你可以理解跟消化的讯号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跟大家讨论玄学到底准不准，我们想要聊聊一个更深的问题：为什么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更相信看不见的东西？那我觉得这个可以从我自己的故事说起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菲，陪伴大家一起回到自己的内在，对齐灵魂频率的引路人。嗨，我是小天，我相信灵性，但只谈落地。让我们一起把灵性变成生活上用得上的超能力。欢迎来到天外飞仙。我记得在小时候，我妈那个年代，她其实很常跟我们讲说，我们不要去算命。但是我自己觉得她已经有先看过我们的，因为我们的名字啊、生辰她一定知道，都是用搞不好名字也是算来的，她去算的，可能是这样。那我觉得他那时候可能是会很担心我们看了之后，我们就会按照那个命理的给的那个讯息去做那样的事，或者是看到那个比较对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不好的东西，就会有担心恐惧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当时因为他不告诉我，可是我大概国中或是高中，我就会去看那个命运好好玩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开始接触那个命理，可能是从星座啊、八字啊，或者是心理测验这些，就是很简单，然后我们可以比较好理解收集资料的本身。我个人是这么成长的。那直到我们出了社会，可能第一份工作，然后可能在工作或是关系里面很卷的时候，我才第一次去算，有点像紫微塔罗那一种，紫微抽塔罗牌。紫微斗数的那一种去算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1小时也要800至1000块，我觉得以刚出社会来说，我觉得蛮贵。对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那时候老师有跟我说，你之后可能30岁以后你会当主管跟老板，可是当时我心里在想说，我30岁我就会嫁了，我会过一个很平凡的生活，然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说。那现在已经跨过30岁这个门槛啦，你回过头来的验证呢？我跟你说，完全是按照他讲的，就好像那个对，你就会这样说，我回头看，他讲的好像都讲中了耶，怎么会这样都实现了。对，但是我在那个当下，我是完全 get 不到他。他说：“怎么可能？好像有点不准。所以在冥冥之中，你也朝着那个地图去走了。对，所以你觉得是这个命理老师说中了，还是你自己靠你自己的力量走到那里的呢？我现在的理解是，命理它给你的是一个地图，但是它可能不是那个目的地。虽然命理老师在20几岁的我。当时他跟我说会当上主管，当上老板，可是以我现在的理解是，他是跟我的业力、我的轮回跟我的因缘有关，所形成一个可能性的路径。但是最终有没有走到那一张地图的结果，其实它跟我当下每个选择决定是有关的。我可以走，我也可以拐弯，所以对于我来说，就是命理，它是告诉你这一条路是开着，那你怎么到？是你的选择。对，可是我会认知的是，当时20几岁的我听到这个，我觉得它就像一个我刚才讲的因缘，它帮我种下来一个种子，写在我的潜意识，让我的细胞知道说，我是有机会当主管、当老板的。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缘起。
的姻缘。所以其实算命，它并不是一个命定的状态，它并不会直接决定你的人生，而是让你知道你生命里面的可能性，它为你打开了这个地图，让你看看你有什么样的可能，你有什么的路，也许未来有机会可以走的。对，这就像我说成为老板的可能性，那个命理老师帮我种下一个善的因缘，写在我的潜意识里，然后让我慢慢去相信说，我好像可以。所以我觉得它很像我们在做行销专案，我觉得打一个比喻来说，我们会预估成效，会给策略，也会给 KPI 的设定，但是你会不会完成这个 KPI， 你最终有没有达标，这完全是你当下的执行怎么应对，你的计划也有可能会特调，行动也会改，但是最终你到达那个结果，其实是你跨出的那个行动，所以我觉得它跟这个玄学的逻辑是很相像的。那你可以把它想象那个大框架不太会有改变，对，但是你实际上要到达那个结果，是跟你的行动路径有关。对，就是其实很多人，我在想啊，就是很多人去问这些工具，去算塔罗、算命、算八字、算紫微，哇，哩哩扣扣这么多。他表面上在问的是说，哦，我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？我这段感情要不要继续？我这个选择会不会成功？是不是对的？但他其实在这些表面的问题的下面，真正想要问的是，我值不值得被爱？我做这件事情是可以被肯定的吗？就是我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被我依赖，就被我依靠。所以玄学啊，是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可以问这个问题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它也许不是那个最终答案，但它会是在这一片人生问题里面的一艘小船，让你可以一块浮木，让你可以就是在这些问题的红海里面稍稍有一个停留的地方。对，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我自己这些年来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觉察，要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可以想象玄学就是一个镜子，但是它不能等于你的方向盘。你可以用导航看路况，但是你不太可能把你的方向盘交给导航。我觉得就现在来说不太，还不合适。那导航其实可以提醒你前面可能是塞车啊，或者是有车祸啊，或者是你需要停下来还是干嘛的，但是决定权还是在你自己身上。对，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听了命理老师说，你可能几岁到几岁，你可能运气不好。那你也有可能听到说，他说你此生没有什么姻缘。那这样的一句话写进了你的潜意识，你的细胞，你就会开始变得情绪很沮丧，然后去验证，没有姻缘对，你去验证老师说这件事。但是其实呢，我觉得很多时候那是思想维度的问题，他可能告诉你现在没有姻缘，也有可能是有其他意思，因为这可能跟比较深一点，就是跟业力有关。但是你靠着你的行动去调节你这一生的轮回的时候，因为这一生你的选择是你来体验，所以你不用不同的方式去创造那个因缘来玩的时候，有可能在未来它是会被改变的。对，它不一定就是按照那个方式，但是这个地图它会是在你当下的能量去稍微给你一个指引，这是我现在的理解，我会用这个方式去看待 maybe 老师说我该注意的地方，跟我蛮好的地方，就算很好，你没有去行动，它也不会来到你身边。对，没错，因为灵性啊、玄学啊这些工具，它并不是让你去更依赖它、依靠它，或者是它也不是要让你算完之后变得更恐惧的，它应该是要让你更诚实、更清醒的去看见你自己的状态，而且它应该是要让你更能去承担你自己的选择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算完命之后变得更害怕、更没有力量，那它可能不是一个指引，它就是情绪绑架了。对，所以你抽完牌啊，你听完老师的解释之后，你变得更有力量，它才是对你有帮助的工具。
所以玄学它并不是要让你拿来逃避人生的，它是用来照亮、诚实的面对、看见那些你不敢承认的选择。好如，那我们下面有整理了一个方法，让你可以把这些工具在使用之后使用的更落地。我想知道怎么用。对，就是其实啊，我们在体验每一个玄学工具、灵性工具之前，我们可以更具体的先来问问自己，这4个 Q 是行销逻辑。对，就是这4个 Q 问完之后，我觉得对于你去问完老师们的建议跟说法之后，你会比较收拢，跟比较落地一点。那是哪4个 Q 呢？第一个 Q 就是你要去厘清自己，我想问的到底是什么。你要去把你要问的问题去列下来。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去算命啊，或者算塔罗之前，可能都是一个很模糊朦胧的状态。我建议你可以先具体的去把它落下来，我到底想要问什么？我该不该离职？我跟这个人还有没有可能？我今年适不适合创业？即便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句子，但你也先落下来，我觉得落下来就清晰了嘛。那第2个 Q， 我真正想要确认的到底是什么？举例来说，我该不该离职？我真正想要确认的是，我离职之后，我还有没有办法养活自己？或者是我想不想变得更有钱？对，然后以及我适不适合创业？下面我真正想要确认的是，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按照别人的期待活，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工作，是不是可以得到钱？对，就是它这才是你真正的问题。第2层可能才是你真正想要确认的东西，所以你也把它实际上写下来。那第3个 Q 就是，如果我在问老师之前，我已经先看到了哪些现实情况。举例来说，就是我会问我要不要离职，可能他有一个现实的情况是，我的主管长期的否定掉我申请升职的这个加薪，对加薪的这个请求，我没有成就感的。对，就是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，你要先去把它理清跟写下来。我觉得当你越清晰的去看见你自己实际上身处的状况，你才有可能去做出对应跟调整。那第4个 Q 是，我如果在问老师之前，我会做的行动是什么？我觉得这蛮重要的。对，就是在你问了这些玄学工具之前，你正常你会做的行动是什么？可以改善的东西是什么？然后在你问完老师之后，老师给你的建议跟方法之后，也许你又有一个新的行动去做，那你就可以去对比出你问完跟问之前有哪些差异点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现在很像学习的这些觉察的小技巧。我觉得这我会堪称小技巧。它不仅会帮你跳过逃避现实的可能，它是真的回到你内心去看你的真实。那当你回到心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搞不好有答案。对啊，就是只是你还没有承认这件事。那我自己现在用类似这样的4个 Q， 我说真的，我要去算牌或是找老师的几率已经不像年轻时候这么多。因为有时候我在练习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好像已经知道我的问题 maybe 在哪里。对，因为其实真正的答案不一定是老师给你的，不一定是宇宙掉下来的，而是你真正愿意静下心来跟自己对话，安静的听见自己真实的那个状态的时候，答案就会出现了。所以其实我们日常也可以这样子做，就是即便你没有要去问老师，你没有要去抽塔罗牌，你也可以用这4个 Q 去好好的问你自己，你现在面对到的困境。那如果你没有其他工具可以运用，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方便的 AI。没错，我就可以分享我会觉得像我会跟 AI 说，根据你过去跟我的互动，请你说10件你知道关于我的事情，而我不知道我的事情，很有可能未来会改变我的人生。类似这种很具体的话。那因为 AI 其实现在都会记录你大概常常问什么，你也可以问他感情，对，你也都可以问，他就会稍微梳理出一些方向，你就可以再用我们刚才分享的那4个 Q 去再收敛一些讯息。当然你收敛完之后，你去找老师们
能量交换跟交流的时候，你会更有方向。因为没错厉害的老师他也会在看你表层的问题，用上面4个 Q 的方式去问你到底想要问什么。对，他可能还会改你的问题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老师都会说，哎，其实你应该是想要问对这个，因为很多大家表面上的问题都真的不是问题本人啊。对，然后你这样子可能去抽塔罗，你才会更对齐那个能量，更有方向，得到那个讯号带回去用。没错，所以你说台湾人为什么越来越相信玄学？他们也不是不务实，我就觉得真的可能大家开始意识到，有很多人很长的情况、很长的时间底下没有被好好的理解了。就是我们出了社会之后，我们要去抉择的那个成本太高了。当这个社会如果只会问你薪水多少，房子买了没，几岁结婚，这些很犀利的问题一直来的时候，对呀，所以反而玄学它变成了一个空间，它可以相对温柔的去问你，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？蛮辛苦。你就是透过这样子的状态去问你的时候，你比较愿意真实的往下去延展，去关照自己内心的状态，所以才会大家都会往这里去。对，我觉得有些看不见的力量，比方说信念、觉察、业力跟情绪，这些一直都在影响你看得见的结果。所以我觉得玄学是用一个正向跟正视的一个维度去看待所有的东西。那当你正视了之后，你还是要回到你的行动里，因为宇宙给了你这些讯号，不管是卡牌或者是天使数字，它都是可以提醒你，但是你人生的主导权是要慢慢回到你的身上去行动的。没错，就是这个科学让我们看见了我们现在看得见的世界，就是这个实际的维度。那觉察其实是让你去驾驭你看不见的世界，驾驭我们自己。对，所以真正厉害的人，我们是内外都要平衡，两个都可以平衡的运作的。对呀，所以我们要去得到这个讯息之后，我们去正视这个蓝图给我们的背后的礼物，然后带着行动去走。没错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在我们的留言区去写下你最近的觉察。我最近想问玄学工具的是什么样的问题，但我发现我真正害怕的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呢？我们在一起互动吧。没错啊。